3528在山西大同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。这个代号是一个军工厂的厂名。这座工厂坐落于大同城的西北角的郊区，如今厂子已经改名山象集团，已经搬迁到周围的县城。这里正在慢慢的拆毁，我们就来看看这片浩瀚的废墟。厂区被拆毁得非常彻底，这栋曾经的办公楼只剩下一个个空洞的窗户。3528以前这叫414军工厂，彻底拆毁了，全是破败的厂房。断壁残垣，曾经的铁梯子上有一个巨大的鸟窝。复杂的厂房好像经过了战火的洗礼，断壁残垣间弥漫的沧桑与悲凉的气息，墙壁上斑驳的痕迹，仿佛是岁月留下的深刻印记。述说着曾经的苦难与挣扎，那破碎的窗户犹如空洞的眼睛，遗视着这片荒芜的土地，凝视着荒芜和绝望。到处都是拆毁的建筑，巨大的钢梁无不在描述着当初的辉煌。工业3528的老厂区离大同市区并不远，远处的高楼就是热闹的市区。曾经的工厂拥有自己的专用铁路运输线，如今已经被拆毁了。3528厂兴建于1960年，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军需生产部组织筹建。1965年改成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管理的414工厂。1965年5月正式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528工厂。如今，这里是山西合成橡胶集团有限公司，也称山象集团。新厂也迁到了附近的阳高县。废弃的厂房已经沦为野鸽子的栖息地。这些设备猛然一看，非常像哥特式的教堂，一个个塔特别像教堂的塔楼。这应该烟囱吧？是不是高炉的？道路两边布满了废墟，好像是专为战争电影搭建的影视基地。走在其间，只有风声和脚步的沙沙声。各种奇怪的建筑星罗棋布。
只有老工人才能说出这里的用途。建筑中所有能拆毁的都被拆走了，只剩下钢筋、水泥和砖头。明媚的夕阳照射进来，让这里充满了温暖的金色光辉，仿佛给每一个角落都镀上了一层柔和的金边，让这里充满了沧桑之美。一个个破的洞口往出望去，场景都非常震撼，好像一个个战场刚被炮轰完。钢筋水泥，上面有孔洞。辽阔的场区渺无人迹，只有风刮过时发出呜呜的呼声，仿佛是大地在悲啼。倾斜的建筑正在等待被推倒的那一刻，周围的杂草在风中摇曳，似乎也在为它的命运而叹息。这是一栋非常奇怪的高楼，有8层之高，在整个厂区里鹤立鸡群。敞开的豁口好像巨兽的大嘴。这个一直通向顶层的窟窿，好像是当初的电梯，现在只能通过窄窄的楼梯上到顶层。楼梯的铁质扶手也已经被拆毁了。2层上面一片狼藉，全是碎砖和碎石。每一层的结构都是完全一样的。这每一层都是这样，非常的壮观。站在这里向外望去，风景如梦如幻。室内的楼板布满了空洞，不知这些空间是什么所在。越往上走，破坏的越少，厂房越完整。人们试图拆下这些铁门，最后发现铁门中包的是水泥，于是就放弃了。这里写着社区医院的牌子。空荡荡的办公楼，1楼的墙上包着木板，可能是研究机构。这个很像
有一条下水沟。高楼上“事在人为”几个字迹已经模糊了，荒草中的废墟在夕阳的余晖映射下，勾勒出一幅凄美而又孤寂的画面。这个巨大高房上有几个字：“事在人为”。高高的水塔在空寂无人的厂区散步，呼吸着略带陈旧气息的空气，思绪也随之飘荡在这片被遗忘的角落。废弃的工业遗迹充满了独特的美感与震撼的力量。残垣断壁上，岁月留下的斑驳痕迹，如同神秘的图腾，诉说着往昔的辉煌。它们以一种沧桑而有力的姿态，展现着工业文明的厚重与伟大。一间厂房里堆积着不明物品，地上扔的全是各种废弃的药瓶子，味道非常刺鼻啊。古老的窗户只剩下一扇玻璃了，但看起来非常有味道。有个巨大的女厕所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男厕所。这槽都是石头的，里头可能是放有毒的酸碱的东西的。角落里有一个圆形的凹坑，里面积了一些雨水，看起来非常清澈。厂区的平地上已经长满了荒草，夕阳下，它们被镀上一层金黄色的光辉，显得既荒凉又壮美。曾经，这里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在此忙碌，机器的轰鸣声震耳欲聋，充满了无限的活力与希望。灿烂的狗尾巴草在夕阳下摇晃。这里有一个巨大的水泥漏斗，从这个圆形的墙洞钻进去，里面神秘而又荒芜。阶级斗争一抓就赢了，因为我们事业力量是中国共产党。窄窄的运输通道充满了压迫感。
从这里钻出去，好像又回到了人间。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，这是振聋发聩的怒吼。还能上。上面还有对联呢。地面是木质地板，当年的职工俱乐部。风依旧在吹，吹过这片荒芜的厂区，它似乎在低语，讲述着那些被遗忘的故事。曾经这里充满了生机与活力，机器的轰鸣，工人的忙碌，交织成一幅繁荣的画卷。然而时光流逝，岁月变迁，如今只剩残横断壁和丛生的杂草。最终视线落在了那神秘的358废弃的工厂中。一切仿佛都凝固在了时光之中，让人不禁感叹世事的无常与沧桑。